西湖、雷峰塔和灵隐寺是杭州的3大景点，参加本地团1天内玩完推荐吗 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Lindy。我们在 Trip.com 上众多的一日游里，选择了提供去程到府街，回程在武林广场解散的真纯玩团。导游前一天就透过微信联络我，并且提供了来接的车牌号码及具体的候车位置。不过当天因为塞车，车子晚了20分钟才来接。上车后，每个人发1张号码牌贴在身上，当做辨识团员的依据。我们的第一站是雷峰塔，导游要我们先在入口处晃晃，等他取票后统一进入景区，再个别通过安检，这时会拿到当天一整天要用的耳机。接下来导游会在雷峰塔下讲解雷峰塔的历史。基本上大家都知道，现在的这座雷峰塔是新盖的，原本的雷峰塔已在1924年倒塌，新的雷峰塔顶端是纯金打造，最下层保留了原本雷峰塔的遗迹。上到雷峰塔底部可以搭手扶梯，再下来要走108个阶梯，代表消除人世间的108种烦恼。到雷峰塔的顶端可选择搭乘电梯上楼，平日的游客比较少。导游说，如果是假日，光等电梯就能花1个半小时，电梯直达4楼，然后再爬1层到顶楼参观。从雷峰塔顶端能俯瞰西湖的景色，而正对面的寺庙就是济公2度出家、西湖10景之一的南屏晚钟。因为导游不会跟着大家进入雷峰塔里，所以这算是自由参观时间。每一层楼的壁画都有一个主题，可以花点时间细细观赏。1楼则是用木雕说着雷峰塔最有名的故事《白蛇传》。看完了雷峰塔，导游就带着大家步行到下一个景点——美丽的西湖。我们走的苏堤是苏东坡在当杭州市长时修建，从这里我们要搭船上岛，统一跟着导游上船。去程时我们很幸运的搭到一艘古色古香的船，船尾的造型像个凉亭，可以遮阴。导游还特别交代，要从西湖再看一次雷峰塔，形成不一样的对比。船还会开过3潭映月，可以同时看到西湖、雷峰塔和3潭映月这个特殊的景观哦。上了岛后，导游交代要全程尾随他，毕竟还要统一搭船回去，走丢了会很麻烦。导游除了在岛上讲解了西湖10景，还会带大家去看苏东坡建的戒塔3潭映月。3潭映月之所以出名，除了它是人民币1元纸钞上的图案外，中秋节时还会在里面点灯，在湖面上印出月亮，形成塔中一月映，一波影中一元音的景象。而这座3潭映月的石碑是康熙皇帝的字哦。跟着导游搭船回到岸上后，接着看西湖10景的花港观鱼。导游说，鲤鱼最早就是从杭州这培育出来的，一旁还有一座鱼造型的太湖石，可以让大家摸鱼。西湖景区结束后，就要上车前往午餐的地点。午餐是自费，要是不吃旅行社选的餐厅，也可以自己携带午餐。餐厅旁就是茶园，店家会提供自家的龙井茶给大家享用。我们叫了野菜炒蛋、梅干扣肉、酸辣土豆丝、小炒黄牛肉和酱肉春笋，每道菜都好吃，价钱也合理。除了在室外热了点，推荐指数4颗星。吃完午餐就要搭车前往灵隐寺。从2025年底开始，参观灵隐寺改成预约制，跟团的好处就是由旅行社帮忙预约，再跟着导游统一入场。导游说，从墙的颜色就能看出庙的等级，黄色的墙代表灵隐寺是属于皇家等级的庙。我们一开始是从飞来峰看起，导游挑了几个比较有代表性的石像解说，但没什么时间细看，算是美中不足。我们选择买了花和灯的贡品，要跟灵隐寺里的佛结缘。不过贡品不便宜，要是不买贡品但又想参拜，进入灵隐寺后有免费的香可以自取，导游会教大家参拜的方式，而且只有在大雄宝殿前方有香炉，庙里面是不能拿点燃的香入内的哟。接下来导游会带领大家进入大雄宝殿、药师殿、济公殿参拜，有买贡品的可以根据个人所求献给佛祖与菩萨。家中有学子的团员，导游会特别带去500罗汉堂里参拜文殊菩萨，求学业顺利哦。2026年恰巧
草市灵隐寺建寺1700年，我们也恭逢其盛的目睹了特别选在灵隐寺举办的三坛大戒法会，这是导游在这里工作20年第一次有幸见到，而官方宣布不再提供的灵隐寺18例，导游还帮我请到了正版，真的是太幸运了。参观完灵隐寺，一日游的行程也算是接近尾声，最后车子会负责将大家载到武林广场解散。我个人觉得，在西湖景区到处都是交通管制的情况下，参加这个一日游行程，不但不用担心交通和景点预约的问题，还有导游解说各个景点的历史与特色，算是非常值得，适合第一次来这些景点的人。我们下一站见，拜拜。